大家好，我是饭团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美国年末的假日季终于到啦，除了不断的打折活动以外，最让我期待的就是感恩节和圣诞节的2顿大餐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做一做感恩节晚餐的绝对硬核主菜——烤火鸡。火鸡肉是一种很瘦的肉，脂肪含量很低，所以想要烤出来的肉口感软嫩不干柴，关键就是尽可能保留肉质中的水分。所以今天我会综合使用3种方法：盐水浸泡、双层涂抹黄油以及静置休息，让烤出的火鸡肉能够既鲜嫩多汁又风味十足。还是先来写菜谱，今天我做的是一只12磅的火鸡，大家可以根据购买的火鸡大小来调整配料的用量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就是 wet brining 盐水浸泡，盐让火鸡肉里的蛋白质发生结构变化，变得能够结合更多的水，而蛋白质结构的改变也使得受热后肌肉纤维的收缩程度降低，加热时挤出的水分变少，我们也就达到了给肉质锁水的目的。这一步需要用到清水、细海盐、红糖、罗勒、迷迭香以及黑胡椒颗粒。现在先将细海盐和红糖溶解在1升的清水里，然后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盆或是锅里，把火鸡也放进去之后，加入剩下的2升水，让盐水能够尽量没过火鸡。盐水的量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增减，保证每升水里加30克细海盐和60克红糖就好，然后加入罗勒、迷迭香和黑胡椒粒。最后封上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浸泡24小时。如果实在没有足够大的容器，大家可以直接用烤盘，重点把鸡胸这个部分用盐水浸一下，暴露在外的部分可以适当的在表面撒一些细海盐。第2天，也就是感恩节当天早上，我会把火鸡从冰箱里拿出来，上下翻动一下，然后放回冰箱，让火鸡的所有部位都可以充分浸泡在盐水里。到了下午1-2点，就可以开始烤火鸡之前的准备工作了。首先来制作待会儿要用来涂抹火鸡的香料黄油，需要用到黄油、细海盐、黑胡椒和迷迭香。把迷迭香的叶子摘下后，稍微切碎，加入室温放软的黄油，再加入细海盐和现磨的黑胡椒粉，用抹刀搅拌均匀后，香料黄油就做好了。然后是用来给火鸡入味的调味粉，需要用到细海盐、红糖和黑胡椒。把细海盐和红糖按照1:2的比例混合，再加入现磨的黑胡椒粉，用打蛋器搅打均匀就好。烤火鸡的时候，我会加 stuffing， 也就是馅料，在火鸡腹腔里填入调过味的蔬菜，不仅可以丰富火鸡的味道，还可以借助拌入其中的调味粉，让火鸡更入味儿。洋葱、西芹、胡萝卜和蘑菇是我最常用的蔬菜，这个组合有鲜有甜有香味，非常值得一试。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蔬菜，除了特别推荐洋葱之外，其他随意。把洋葱切成丝，胡萝卜切滚刀块，西芹和蘑菇都改刀切成厚片，馅料用到的蔬菜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烤制火鸡之前的组装工作啦。这里就是要用到的所有食材和工具。现在我们先把火鸡从冰箱里取出来，沥干水分，然后用厨房纸把火鸡表面残留的水分吸干，放在一旁风干。下面来给馅料调味儿，把切好的蔬菜倒入一个大碗，然后撒上大约1半的调味粉，搅拌均匀就可以放在一旁备用了。下一步就是给鸡肉锁水的第2个关键步骤，双层涂抹黄油。利用黄油分别在火鸡的表面和皮下形成2层不透水的油脂保护膜，在长达几个小时的烤制过程中，保护肉质中的水分，减少蒸发。下面我们先要用抹刀将火鸡鸡胸部分的皮和肉分离开，抹刀先从火鸡尾部进入，然后轻轻地往各个方向推，再延伸到侧面，之后换另一端，
直到整片鸡胸的皮和肉都被分离开。大家这一步要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尽量保证火鸡皮完整。全部分离开之后，再把鸡翅折到背面。接下来我们先在皮下抹黄油，把1勺香料黄油从火鸡尾端填入皮下，然后用手轻柔地往各个方向推开，直到整个鸡胸都被黄油均匀地覆盖了一层。算算时间，这会儿差不多可以把烤箱打开预热了，温度设置为400华氏度，也就是200摄氏度。然后来给火鸡调味，把调味粉均匀地撒进火鸡腹腔里。再放1小把迷迭香和罗勒进去，最后填馅料。接下来把剩余的黄油均匀地抹在火鸡表面。然后来给火鸡整形，把火鸡腿用棉线绑好，然后用牙签把火鸡皮稍微固定一下。把火鸡转移到烤盘里后，用刷子刷上1层牛油果油，特别是有些黄油没能覆盖到的地方，这样就能保证火鸡的表面都被油脂包裹。接着我还往烤盘里倒了半升温水，这些水在烤制的过程中会让烤箱内部保持相对湿润的状态，同样有助于保住火鸡肉里的水分。进烤箱之前的最后一步是安插温度计。火鸡肉能够安全食用，需要达到的温度是165华氏度，也就是74摄氏度。火鸡的所有部位都需要至少达到这个温度才可以食用，所以温度计的探针一定要尽量安置在火鸡肉质最后、最难熟成的位置。这里我在4个不同的位置都安插了温度计，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，究竟哪个部分的肉质最难熟成。现在火鸡内部的温度是10摄氏度。我们把火鸡送进烤箱的中层，先让火鸡在400华氏、200摄氏度下烘烤半小时，让火鸡浅层的肉快速升温，促进表皮上色。半小时之后，再把烤箱温度调整为350华氏，也就是175摄氏度。继续烤制半小时后，最靠近烤箱顶部加热管的鸡胸部分，表皮颜色已经加深，我们盖上1层锡箔纸，防止局部烤焦。今天这只12磅的火鸡在烤箱中烤制3小时之后，4个探针反馈的温度都达到了165华氏度，火鸡烤好了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4个部位的温度确实是高低不同的，而最晚达到165华氏度的是安置在鸡脖旁边深入鸡胸的这根探针，所以这里就是安置温度计的最佳位置。没有实时温度计的小伙伴们可以按照每磅火鸡烤15到20分钟来预估烤制时间，不加馅料需要烤制的时间会更短，最终还是要以火鸡内部的温度达到165华氏度作为烤好的标准。火鸡烤好后，我让它在砧板上静置休息了1小时，这就是让火鸡肉软嫩多汁的最终步骤，一个让鸡肉充分降温的步骤。在这期间，受热后收缩的肌肉纤维慢慢放松，重新吸收了挤出的部分水分，让风味十足的汤汁在肉被切开时依然包裹其中，不会流出，使得肉质湿润柔软，充满香气。这一期的烤火鸡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关注我呀！祝大家都能烤出美味多汁的火鸡哦！我们下期见。